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又是一款由 SUIZERO 公司出品的来自辐射当中的 X-01 学院动力装甲。之前咱们也开箱过很多像可乐或者是鲨鱼对不对？但是这一款的配色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而且是最早之前，我觉得可乐已经是非常棒了，没想到这一次这个配色，包括这一个装甲的整个外形真的让我觉得非常亮眼。OK， 话不多说咱们当然首先还是得看一下这个内部的装甲的一个外皮。这个呢，实际上跟之前的几款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头雕，对不对？稍微换了一下，其他的呢没有任何区别，可动呢依然是比较差的。首先咱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整体的一个比例还是比较轻没有什么核心件的里面的这些全是软胶包胶的涂装依然是在线吧还是不错的。SUIZERO到现在为止，每次做辐射的一些产品我都觉得还是做的非常到位的。但是一旦到了变形金刚早期还行，现在呢就有点那啥了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好，首先咱们拉近镜头来看一下本次的这颗真人头英姿飒爽看上去就一脸正气本来这个装甲叫学院动力装甲很有一个老师的样子，或者是比较高级的学员一样，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整个的内部也是有很多这个做旧涂装，跟之前的也是区别不大包括这些所见的全是一些软胶件我们迅速的直接来看一下它的可动，好吧？首先头部可动，当然360度没有什么问题也不用担心会蹭这个毕竟是软的。抬头幅度还是比较低的，低头幅度还是有的，左右侧头几乎是没有脸部的刻画还行。这个胶发的话嘛也就象征性的涂一涂没什么特别的亮点其他的一些地方大量的一个磁铁磁吸的一个填装方式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手臂可动，哎呀，齿轮关节很差劲依然是很差劲，可动还是比较差的，往上都很难抬往前，哎呀，它这一个感觉就是齿轮关节的这个松紧度就感觉好像是这个产品放在家里已经7、8年了，很紧，然后呢感觉一捏就会碎，听上去就把玩包括感官都是不怎么样我都感觉好像会把它给掰断一样。可动而且非常费劲。手肘部分的这个声音还稍微好一点，大臂也有旋转的空间螃蟹手没办法，毕竟铠甲比较大，对吧？左右手都一样，然后上手就给了你一个全可动的一个手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的，涂装也是没有问题，都有做旧。胸腰方面完全没有前后左稍微有一点点，看到吧？右也有一点，侧可以左右侧摆还是不错的而且基本上都是些软胶件，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塑料件什么的把它给弄坏，对吧？最多我觉得中奖的地方有可能有的玩家会一些小的脱胶什么的，对吧？这个问题不大，可以自己去搞一下。然后来看一下侧踢2档，再掰不动了2档，前踢也是2档，这么一丢丢，后踢1档几乎是没有了，回弹了，屈膝90度也不到相对来说下半身的这个齿轮关节还是比较脆的，把玩起来稍微舒服一点。脚左右是没办法的，因为有这个干涉，而且这一块是没有办法去可动的。脚掌有一定的可动，一丢丢，看到吧？前方这里也有一些可动，关节还是非常紧的。
就是除了基础的会有一些可动以外然后其他都没有了。看一下背部，这是塑料的，不是软胶。里面的这个素体穿的衣服全是软胶，大腿也有旋转的空间。然后看一下整个在没有把外甲全部装上的情况下的一个高度，35.5，你就算它36吧，36公分。素体都已经对吧，挺高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轻，但是站立性没有什么问题接地性的话你就别想了，没有太多的大幅度的造型给你摆了。OK， 主体方面咱们就迅速的看到这里，接下来当然是要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还有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好了，配件咱们来看一下首先当然是说明书虽然说它又是很简单就是把你的这个外置的装甲怎么安装跟你说一遍。这一边的话呢是比较简单的一张小图，但是到了背面它就会非常详细之前的说明书也是一样。头戴的话呢是需要去更换的没办法在原先的真人头上去装上那个头盔。好，然后一样一张售后卡，我们放一边。好，接下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武器之前呢一些动力装甲都是一些枪之类的，这一次给了这一把剑咱们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个做旧涂装还是不错的，纯塑料剑做的还是非常细的。开模的话这边非常的尖锐当心一点。就是这握把这里这一块是用的一个像软胶皮一样的包裹，看上去就是太新了我感觉稍微也可以弄得涂的稍微旧一点点因为它整把武器的话呢做旧还是比较多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当然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颗面具头，很帅先是有一种山羊的即视感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铁血战士的那种感觉，有没有铁血战士那个头盔很帅可惜它没有这个发光结构。好，然后再来看一下胸甲部分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它是看上去很结实整个颜色的这个涂装处理包括这里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软管的一个处理，虽然说不是真实的一个材料但是涂装还是非常细的咱们一边介绍一边把它装上去怎么样这样也是节省一点时间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这一块的话它磁吸对不对，还是比较方便的。来看一下吸附上去就行了。好，那一点点来，然后就是背甲，背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边会有它的编号X01，还有下方的这些铭文刻字都是非常细的，背后也是一个磁吸点位。来，咱们直接吸附上去。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就很大。来，这一块它是有一个可动，里面有个球形关节，我们先把它拿下来。刚刚没有介绍到，看这里，对不对？有个球形关节，去给它有一定的这个旋转空间，但幅度不是非常的大，再给它吸附上去。好，然后背部的这个孔大家也都知道放一些其他配件，比如说放上去，吸上去。好，然后接下来手臂这里，首先肩胛还是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个磁吸，很方便吸附上去有很大颗看到吗？
左边也一样。它整个包裹感就很强，看一下这个背甲，还是非常帅的。然后到了手臂这里，一样穿戴方式跟之前的一样，也是需要去给它分开啊，左右里面都是有写好的 AL。咱们试一下，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但是我顺序搞反了，应该是先去装这个，先去装手臂一些地方，最后再去装这个。哎，有没有装反？啊，这个还是时间关系吧，啊，因为我这个手比较残，大家也都知道啊，我就直接介绍一下这些涂装。好，然后手臂的另外一个啊，左右都一样，所以我就直接啊，腿甲很结实，上面的这个铆钉这是内六角的，做的还是挺不错的，虽然说是塑料件，但是在灯光下还是不错的。包括这里啊，也是需要去掰开了以后再去装上去，没有磁吸点位，纯卡扣。啊，也是腿甲一部分，基本上是看不到横膜线啊，很舒服。然后裆部2个前后。也是卡扣的方式，最后脚这个前后啊，我看一下，应该是有一个前后给它卡上去。好，然后还有一个腿部的，涂装都是非常细致啊。然后可以看到常规的。每一个动力装甲都会有这个，上面也是个软管，磁吸。动力装甲就这么多啊，然后我们迅速的把它全部穿戴上了以后，咱们再来一个总结跟把玩。好了，咱们整个的动力装甲全部已经装上去了啊，看一下整个的块头非常大啊，很舒服。啊，就是有点圆，特别，反正我这一款的话，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这个头盔，包括整个胸甲，就是整个上半身的这一块的线条，我觉得很舒服。啊，手臂的话呢，依然是说螃蟹手，啊，看上去呢，有点臃肿吧，整个感觉啊，我还是比较喜欢纤细一点。但是呢，辐射的这些作品没办法啊，电影当中啊，包括美剧当中、游戏里面，全都是这种块头比较大的，整体质感还是非常舒服的。组装完了以后啊，我依然是保持着我之前的意见啊，这一款是我所有随 Zero 出品当中辐射的动力装甲我最喜欢的，我个人觉得最帅啊，很有压迫感。但是如果它是纯黑的话，那就更牛逼了啊！黑色我觉得会更帅一点啊。好，然后穿上了以后啊，它这个可动的话呢，就会更加的差劲一点了啊。首先这一块，虽然说在没有装的时候啊，它是这一块肩胛部分是可以活动大一点的，但是你装上去了以后，活动空间就非常小了啊。手臂抬举的话呢，更加是啊，你就可以几乎当它没有了，很难抬，非常难抬。你看我这样掰，没办法动啊。手肘呢是可以去啊，依然可以去有点这个，对吧？往前看一下，手臂往前的话，也可以有一点啊，再加上手肘啊，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吧。侧腰侧腰稍微有一丢丢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左右啊也有一点，看到吧？啊，只是整体的这个角度啊，会比你直接竖体可动会差一点。
头部360度是没有办法的啊，差不多能旋转一下是没问题的啊，往上抬，往下，侧头，哎，都可以，没问题。腿部的话你就别想了啊，没啥可动了，一倒，而且还会回弹啊，往外也没办法。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腿甲虽然说是软胶的，但是没办法去做一些可动，太硬了。接地性是没问题的啊，站立性也是可以，稍微摆一些小动作啊，无压力，它本来就没有配一个地台，对吧？然后武器的握持啊，直接把可动手展开，这可动手是非常的坚固啊，不松的。但你长时间去握持的话呢，就是去摆动它、把玩它的话就不一定了啊。来看一下。斜着拿也行，也不会掉，还是不错的。当然，你也可以单独去摆放这个真人头，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样子比较帅一点啊。OK， 本期这一款学院动力装甲 X-01，咱们差不多就把玩到这里了啊。整体的可动呢依然是保持着比较一般的，但是你组队啊，把所有的动力装甲全部放在一起，放在柜子里面，确实挺帅的，缺一不可啊。但是如果你到现在为止还在犹豫，只想买一款的话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特别一点，那当然你可以去选择可乐，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纯觉得想要帅一点啊，以我个人的眼光，我推荐这一款。反正要么就是 X01，要么就是那一款可乐的动力装甲啊，两款选一款就可以了。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着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本期随 Zero 出品的辐射学院动力装甲 X-01，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